刚刚才把风仙印和呼风唤雨戒融变为香火戒的亡灵，本是兴高采烈，以为自己掌握了突破第3步的关键，万万没想到，却从莹莹女士口中得知门徒香火是一种，甚至还是一个天大的骗局。书接上回，见得那一丝丝金色细烟从亡灵眉心古神心点内飘出，楼兰眼中瞬间闪过激动与贪婪，这正是他觊觎亡灵的神性。然而亡灵的恍惚并非真的失神，而是故意设下的试探。就在金色细烟即将被女子吸入之际，他骤然轻昵，一声戒字出口，蕴含门徒香火之力的呼风唤雨戒瞬间爆发，幽光横扫千丈，将近身的白衣女子逼退，心点内的金色细烟也尽数收回。与此同时，血光滔天，血剑出鞘，斩断了束缚亡灵的虚幻玉手。他成功脱困。亡灵此举既是为了弄清女子的身份与图谋，更是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测，这女子绝非本体。白衣女子被击退，却并未退缩，抬手幻化出巨大的星空裂缝，直扑亡灵，自身也紧随而至。亡灵冷笑一声，直言看穿他只是分身，若你本体前来，我自然不是对手，但这区区分身，岂能骗过我的双眼？话音未落，他施展出蓝梦道尊传授的大神通翻天印，双手一翻，逆转星空，凭空幻化出天地虚影，大地与天空相互颠倒，白衣女子的身形也被迫随之逆转，前行之势顿时受阻。女子又惊又怒，没想到亡灵竟能识破自己的分身，更掌握了翻天印这般神通。她急忙祭出一枚玉佩，形成白色防护，抵挡天地重叠的恐怖威压。虽未丧命，却也面色苍白，气息紊乱。亡灵乘胜追击，道出自己的判断依据：你若真是第3步大能，岂会让我轻易脱身？若真是实体，我怎会闻不到丝毫气息？若真是本体，又何须借法宝抵挡翻天印？随后他催动呼风唤雨戒，暴涨千丈，无数战魂咆哮着冲向女子。白衣女子祭出灭灵之光反击，却被呼风唤雨戒抵消，战魂毫发无损。他又凝聚黑光，化作长剑劈向亡灵，亡灵则施展光影盾，汇聚星空中所有光芒形成防护，不仅挡住了黑剑，更将其反射回去，直逼女子自身。女子的玉佩再次抵挡，却已出现裂痕，她喷出鲜血，转身欲遁，亡灵手持血剑紧追不舍。就在此时，女子口中念动咒语，胸前玉佩光芒四射，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从中虚化而出，指尖落下的瞬间，星空停滞，生死危机骤然笼罩亡灵。这是女子本尊的力量投影，威力远超分身。亡灵毫不犹豫地催动光影盾与呼风唤雨戒双重防护，又取出古神指骨挡在身前。即便如此，他仍被指力穿透胸口，吞出一大口鲜血。但古神强悍的恢复力让他瞬间稳住伤势。趁着玉指被古神指骨阻拦的刹那，亡灵挥剑斩断玉臂，女子的玉佩也随之碎裂。他只能再次仓皇逃窜。亡灵此刻已然看穿女子虽为分身，却拥有血肉之躯，且身上藏有隐秘。若不趁其重伤将其斩杀，日后必成大患。他循着女子遁走的波纹一路追击，二人在太古星辰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。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亡灵数次逼近女子，距离越来越近。当女子逃至魔蝎族星域，试图借助当地修士阻拦亡灵时，他高声呼喊：魔蝎族何在？我乃蓝飞分身之一，速来阻他！数千魔蝎族修士立刻升空围向亡灵，女子则趁机吞服丹药，准备继续挪移，但亡灵岂能让他得逞？身形暴涨为千丈古神真身，光影盾再次展开，将所有修士的神通与法宝尽数反射，死伤无数。他无视阻拦，一拳轰出撕裂星空，硬生生将即将融入天地的女子逼了出来。女子已是强弩之末，眉心浮现出红黄蓝3色的穿行印记，一段被遗忘的记忆闪过。她本是河族圣女，后被选为蓝飞分身，成为对方的香火门徒，滋养投影并助其疗伤。他催动残余的香火之力，形成漩涡抵挡亡灵的拳头，借着反震之力再次遁走，向着最后一处安全之地飞去。就在女子即将完成最后一次挪移时，亡灵的血光化作万箭围拢而来，女子神色讥讽，身形逐渐透明，欲要彻底消散逃脱。但亡灵早有准备，一声定身术喝出，天地瞬间静止，女子的消散也被定格。亡灵瞬移至她身前，一把将其从虚无中抓出。女子体内的香火之力试图自爆毁灭元神，亡灵果断挥剑刺入其天灵，抢在自爆前击溃元神，将他的魂魄收入呼风唤雨戒。一股磅礴的香火之力随之被他吸收，女子肉身融化成血水，一道金线从中飞出，这是蓝飞寄生在他体内的投影本源，欲要逃回本尊身边。亡灵挥剑斩去，却无法伤及金线分毫。就在此时，他储物空间内的银尸竟自行走出，对着虚空一抓，已然消失的金线便被硬生生拽回，被他吞噬。亡灵一直猜疑银尸的身份，见他能克制蓝飞的投影，更是好奇。银尸眼中满是迷茫，称对金线的气息感到熟悉，却想不起自己的过往。临走前，他突然开口：我隐约记得门徒香火是一种毒，是一个天大的骗局，我似乎就是因此失去了一切。这句话如惊雷般在亡灵心中炸开。他一直以为香火是突破第3步滋养本源的关键，可吟诗的话却截然相反。沉吟片刻，亡灵压下心中的疑惑，决定暂时搁置香火之事，趁着太古星辰暂无他人注意，前往闪雷族寻找传说中万万年不灭的闪电，借助其力量净化自己的雷之本源。他一生修道，从未依赖香火，始终凭借自身感悟前行，即便香火真有隐秘，他也有信心应对。随后亡灵融入天地，向着闪雷族所在的星域疾驰而去。太古星辰中坐落着威名赫赫的闪雷族，他们的星域宛如一座巨大雷池，万古长存的天地雷音轰鸣不断，数百万甚至千万道雷霆交织成天然防护，外人无令牌靠近便会遭灭顶之灾。这也是闪雷族虽无第3步修士，却能稳居太古星辰大族之列的关键。他们曾在封界大阵中留有法器，族内更是有一座祭祀永恒雷霆的禁地庙宇，由历代长老守护。
其中还有天人第5衰的顶尖强者坐镇，堪称铜墙铁壁。闪雷族人皆修雷道，坚信掌握6道雷霆便可破开天地，破雷之本源攀升涅劫空4境，只是古往今来能达成此境者寥寥无几。此刻，亡灵正静立闪雷族星域之外，前方百里便是雷霆交错的界碑，那雷池的威力远超他当年在罗天所见，星空之中都弥漫着狂暴的雷霆之力，寻常修士连靠近的勇气都没有。但如今的亡灵早已今非昔比，吸收七彩界闪雷族雕像雷力，吞下道果，又在生死危机中诞生雷之本源。他对雷霆的操控已达恐怖境界。稍作停留后，亡灵缓缓踏入闪雷族星域，百里路程用了半炷香，每一步都有雷霆之力从毛孔中溢出。踏入雷池的刹那，无尽银蛇电光蜂拥而至，若换作旁人，早已血肉爆开，元神俱灭。亡灵却闭上双眼，任由雷霆将自己吞噬，身躯纹丝不动。一炷香后，雷池骤然起伏，亡灵右眼的闪电印记飞速闪烁数千次，他猛地迈步全身踏入雷域。诡异的是，沿途雷霆竟纷纷融入他体内，仿佛在欢呼迎接他，如同雷仙般前行，一路深入雷池深处。这里雷霆更盛，电网密布，神识与目光都无法穿透。亡灵盘膝而坐，气息逐渐隐匿，彻底与雷池融为一体。随后，一道闪电印记从他右眼飞出，在雷池中指引方向，直奔闪雷族核心区域。闪雷族雷池最深处，16颗电光缭绕的修真星围成圆形，中心是一块残破的黑色大陆，正是闪雷族圣地。大陆上的通天庙宇被一道自虚无而来的彩色黑雷轰击了无数万年，而在其中一颗土黄色修真星上，闪雷族族人于飞正绝望倒地，他父母双亡，结丹后继承的洞府被元婴修士抢夺，200年间修为停滞，屡遭欺凌。近日因私吞一颗亲手种植的雷果，被夺走修为，重伤驱逐。万念俱灰下，私下眉心足印，濒临死亡。就在此时，亡灵的闪电印记疾驰而至，融入于飞眉心，于飞涣散的生机骤然复苏，伤口飞速愈合，眉心重新浮现闪电印记。当他再次睁眼，眼中已无半分懦弱，只剩冰冷与沧桑。原来这具身体已被亡灵的部分元神夺舍。亡灵深知闪雷族强者众多，直接硬闯无异于自寻死路。夺舍于飞既能隐藏身份，又能顺势吸收不灭之雷。待事成之后，于飞还能恢复身体控制权，并获得造化。搜索过于飞的记忆，亡灵知晓了他的悲惨遭遇，也了解到闪雷族的修炼核心——眉心传承印记。印记开启越多，修为便越高，而雷果能助力足印开启，增加寿元。由于于飞修为低微，知晓的信息有限，亡灵决定先前往于飞原本的洞府，同时寻找那名元婴修士，获取更多情报。飞行途中，亡灵遇到了3名结丹期闪雷族修士，其中白衣男子正是昔日欺凌于飞之人。对方见于飞竟敢无视自己，挥出雷光飞剑袭击，可飞剑临近亡灵时却骤然颤抖停滞。亡灵转身冷冷一瞥，那眼神中的寒意与威压竟让白衣男子金丹开裂。2名女子修为倒退至筑基，3人惊骇欲绝，连怨恨之心都不敢有。不久后，亡灵抵达于飞的洞府。这座位于灵脉旁的洞府设有多重禁制，可在亡灵面前如同虚设，山门自动开启。他径直穿过轰鸣的禁制，来到洞府深处。原本占据此地的元婴老者旗帜正在打坐，见于飞竟能无视禁制闯入，顿时惊骇不已。趁亡灵打量洞府之际，他施展元婴修士专属的瞬移之术，从背后喷出蕴含天雷与冤魂的绿光，随后便想瞬移逃窜，但亡灵早已预判，瞬间出现在他前方，2指捏住绿光天雷，轻轻一捏便使其消散。旗帜惊恐质问亡灵为何变得如此强大，还以族内禁止生死厮杀相威胁。亡灵并未杀他，而是施展搜神术读取其记忆，这下才对闪雷族有了全面了解。除3颗母星外，其余13颗修真星都是试炼星，族人可内斗但不可杀生，以此筛选强者。每100年会有一个进入圣地的名额，需通过争夺雷晶获取，雷晶最多者方能接触不灭之雷。而眼下距离下次名额之战仅剩7年，亡灵还发现了一枚记录闪雷榜的玉简，榜单上800个名字后都标注着雷晶数量。榜首云山子拥有19亿7千雷晶，即便是第800名也有40余万，而旗帜仅有7万多雷晶。雷晶可通过奉献功法、法宝、丹药或香火之力换取，这让亡灵意识到争夺雷晶是进入圣地的绝佳途径。就在亡灵查看洞府内于飞父母留下的雷卜之时，洞府外千里之外4道剑光疾驰而来，为首的是一名元婴中期老者，身后跟着3名结丹修士，他们正是天雷宗之人。此番前来是为了抢夺旗帜的宝物，助力宗主冲击闪雷榜。